关注 DeepIn 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 AI 体验官 Grace，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众所周知，去年年底以来 ，AI 越来越受到我们大家的广泛关注，像是日常生活中用的智能驾驶、聊天机器人、各种大模型等等，也慢慢融入我们公众的生活，甚至慢慢在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今天我们也将把话题聚焦 AI， 一起聊聊 AI 与操作系统之间的巧妙关联。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我们 DeepIn 社区开源大咖张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磊哥。大家好，我叫张磊，非常感谢呢大家能够加入我们深度社区，参与我们今天 AI 相关的话题。那提到 AI，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 AI 大模型。对，很多大厂慢慢也将自己的大模型融入过来，更多行业专家也表示会给整个产业带来一场革命，甚至所有的软件都会用 AI 重写。您对于当前大模型的目前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有什么看法吗？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行，好的。关于大模型的话，其实它全称是大语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嘛。所以突出就是它这个自然语言的理解和处理方面的这些工作。当然，大模型它在技术上的话，其实比较渊源的。从1940年开始吧，当时是一个 Pitts， 其实他是个蛮有传奇性的人物啊，在我们的技术博客上也有写到关于深度学习和大模型的八卦和历史。从1940年开始呢，其实就有神经网络这方面的工作了，然后中间发展还是蛮漫长的，到今天已经是有80年了嘛，所以非常非常长。中间经过蛮多曲折，包括在有一段时间，大概几十年的时间，其实神经网络整个都非常的冷，就没有经费，然后也很少有人研究，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是特别靠谱。中间呢有几个人呢是非常关键的，其中有一个叫深度学习之父的辛顿。他在加拿大那个很冷的地方呢，一直在默默的坚持研究。1980几年吧，1986年吧，他提出了这个反向传播，然后这是个蛮关键的技术在神经网络上。然后我记得好像是2006年左右吧，他提出了深度学习这个词 ，deep learning 这个词。所以呢，这个词其实也是比较近嘛。然后呢，后来到了12年的时候，神经网络在有一个图像识别的大赛上特别牛逼，一下子得了冠军，而且那个冠军和第2名的差距就不是一点点，差了10%几，而且和那个前一年的冠军也是差了10%几，所以非常大差距。大家觉得哇太牛逼了，所以大家都转到深度学习。然后到了2022年，中间其实发生蛮多事儿啊，包括比如说深度学习呢那几个人得了统计奖什么。到了2022年11月30号，这个事情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是 OpenAI 推出了 ChatGPT， 然后大家觉得哇哦，原来的这个人工智障突然变得这么聪明，虽然说也不是特别聪明，比如说肯定不像我这么聪明，但是呢也有点像一个中学生呢，能够做一些就大家觉得他很难想象一个人工智能的声音能做出来的东西，而且呢在能力上表现出来什么呢？表现出来了多能对话，你可以和他不停的说话，然后谈得越来越深，然后能够做数学题，然后能够理解画图，甚至能够自己画图，甚至能够做出一首诗来。这个诗呢还能够证明数学的一个定理，就是质数有无限多个，而且那个诗是押韵的，这个东西就非常牛。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大模型就非常火。包括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 ChatGPT 为标志的这种通用大模型，其实也在蛮多垂直领域有垂直大模型。当然，今天我们把大模型和我们超系统结合起来，就有一个新的领域被开拓了。对，感谢磊哥分享了大模型相关的内容。那我所了解到，其实大模型本身也属于一种应用软件，是需要在操作系统上运行的。那操作系统当前在整个大环境中是承担怎样的一个角色呢？OK， 操作系统的话，大家都知道它是数字基建的一个基础，就是所有的软件其实都要运行在操作系统上面。大模型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当然也是一种软件，所以它也运行在操作系统上面。因此呢，那个操作系统和大模型本身就会有蛮多结合。我们比较早期的结合呢，可以从2个方向来理解，一个叫做 OS for AI， 也就是说那个 OS 能够为人工智能或者大模型做什么东西。最基础的就是能够把它的硬件给承载起来，比如说大模型的用到 CPU 和 GPU， 当然现在主要是 GPU 哈，所以操作系统需要把 GPU 给跑起来，能够支撑起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所有的大模型它都需要有一些基础的软件，
当然，比如说C 语言的库啊，这些东西就别说了，还有一些大模型或者深度学习的框架，比如说比较常见的 TensorFlow、PyTorch 都需要在超级系统上运行起来，这是 OS for AI。但是呢 ，AI 同时也可以给 OS 做一些东西，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在我们超级系统里面就内建了语音识别的和语音控制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功能。比如说，你可以叫小华，然后它就能够蹦出来，主任你要干什么？然后帮我打开这个文件吧，帮我打开某个软件吧，然后帮我比如说上网做什么事情吧 ，OK， 它都可以帮你做，就很智能。对，所以那时候已经有点智能了，虽然没有现在这么智能。因此呢，那个 AI 我们可以说也给大模型来赋能，让不好意思 ，AI 给超级系统来赋能，让超级系统能够变得更加智能。当然，到了今天，我们发现那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发展到了大模型这个阶段，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大模型的能力和我们超级系统的能力有更深度的结合。这也就是让我们今天看到的，包括马上就给大家演示的浏览器啊，然后邮件客户端呐，还有全局搜索啊这些能力。对。那其实大模型现在这么火，各行各业都有应用，但是操作系统还有很少的尝试。那我们 DeepIn 为什么是国内首入介入操作系统的这个社区呢？然后有什么技术难点吗？OK，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行，首先大模型要用在任何地方，其实要解决的就是一个算力的问题。就一般来说，人工智能有3大要素：数据，你需要大量数据给投喂大模型；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算法。算法现在大家其实一般的算法都是 transformer， 或者说英文有个比较容易混淆叫变形金刚，或者叫 attention 注意力这种机制。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算力就是你得跑个软件啊，你需要有计算的能力把它跑起来啊。但现在的大模型都是非常非常大参数量，比如说我们知道的 ChatGPT， 它有1000多亿个参数，所以你想象一下，它说一句话，它要算1000多亿个浮点数，那真的不是一般的 CPU 能算的。因此呢，要怎么解决算力的问题，就是蛮有挑战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出了这个3个应用的结合，有2个是基于云端的算力，比如说基于我们的合作伙伴，比如说百度他们的算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基于终端的算力，就直接在终端上面跑一个大模型。但在这个时候，你不可能跑特别大的大模型，你就跑一个中等或者小型大模型，但它仍然能够有比较好的能力。这是算力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场景，场景的话其实也很难搞。就是我们从去年爆发到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就 Large Language Model， 它主要是自然语言。你用自然语言和它说话，然后它用自然语言回你。你说你好，他说你好 ，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等等这些东西 ，OK。但是呢，我们知道超级系统它的使用方式，至少主流现在使用方式，并不是用自然语言和超级系统进行交互。比如说，我们今天这里有个计算机，我们用鼠标，然后还有键盘和它交互。因此呢，怎么能够让超系统和大模型在使用场景上面进行比较好的融合？这其实也蛮有产品设计和实现的挑战性的。因此，要克服这些场景和算力的挑战，都有蛮多事情要做。然后为什么深度能够把它做起来？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刚才说，我们之前其实就做了蛮多人工智能和超系统结合的尝试，这些是有基础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些应用，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我们自己的能力基础。什么叫能力基础？就这些应用都是我们自研的。我们自研的话，我们对它进行改造会更加把握。还有就是有些工作，像比如说今天我们那个全局搜索，有些工作它的技术基础已经在全局搜索的，比如说索引，在前几年的索引的阶段都已经打好了。因此我们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肩膀上继续往前进。还有一个就是今年我们其实也花了蛮多时间来进行学习、讨论和探索大模型怎么和超系统结合的，所以今天我们才能看到在深度超的系统上面释放出来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对，了解了一些行业的相关内容，也了解到 AI 也是我们今年社区的主要发力之一。我们也成立了4个小组。那有什么 DeepIn 目前 AI 的成果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OK， 好的。第一个成果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传统上面在 AI 小组上，就是 AIC 的上面。AIC 的上面的话，它已经有一些成果，就是比如说以文搜图，它能够用一个文字来搜出图里面含的文字，就相当于做图像的深度的内容识别和检索。
另外呢，在大模型方面，因为我们今天主角还是大模型嘛，在大模型方面我们做了蛮多的其他的工作。第一个就是我们和大量的大模型，不管是开源的还是商业的大模型，都有蛮多合作的。开源的大模型的话，等会在我们的全局搜索里面就可以看到，那个是一个叫 BERT 的一个大模型。然后商业的大模型的话，我们和国内的很多大模型的优秀厂家都有合作，比如说我们和百度有合作，百度呢现在大模型叫百度千帆，然后之前呢叫文心一言，就 ERNIE 这套。另外呢，我们和那个讯飞星火大模型有合作，大家也知道那个星火大模型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也成长很快。还有呢，我们和智谱ChatGLM， 也就是开源的这个大模型，虽然是开源，但它其实有商业版本，都有蛮多合作。还有我们和3.0的智脑，这些都是商业大模型的合作。在合作过程中间，我们会探索它的 API， 会探索它的能力边界，然后会探索怎么和我们的软件进行结合，这都是蛮多工作要做。还有就是我们自己自研应用，就刚才说到，原来的自研应用，它可能很多都不是基于这种人的自然语言的这种沟通方式来做的，我们怎么能够把自研应用的这个使用方式进行调整？这其实我们自己做了蛮多工作，然后这些工作呢，有些我们就会在我们自己的游戏客户端，然后浏览器，还有我们的全局搜索里面暴露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怎么做的，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帮助我们一起改进。当然，最好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开发，这是最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技术开放方面，技术开放呢，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呢，之所以在深度的来做，我们就希望的是它能够传播出去。一个就是大模型和超级系统结合，仍然是一个处于边界探索的一个方向，属于一个 edge， 一个技术和产品上的一个 edge 一个状态，所以它需要探索。有很多探索，我相信大家一起来探索，应该会比我们探索的更好更多。所以有句话叫独行快，然后众行远嘛，就大家一起走就可以把它探索的更好一点。所以呢，我们在深度社区把它开源出来，开源出来之后，就希望能够通过共建、共创、共享的方式，让整个超级系统和大模型的结合做得更好。对，感谢磊哥，想必在线的小伙伴们听完磊哥的分享，已经迫不及待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操作系统了。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揭秘一下操作系统和 AI。看完这条视频，有点刷新我的认知，原来有这么多 AI 操作可以在系统上实现。那接下来我们跟随磊哥一起解锁一下我们的新功能吧。好，那个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全局搜索上的一些工作哈。然后全局搜索啊，大家都知道，传统你调出一个搜索框，然后呢，只要在上面输入你的那些关键词，然后就 OK。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点。更好一点呢，当然主要就是把自然语言相关的这些功能结合起来。总的来说呢，我们全局搜索呢可以看成有3个核心功能吧。第一个就是自然语言理解和处理，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可以用
完整的那个自然语言来说，而不是说一个一个的词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全球搜索能够对内容，图片内容以及文档内容进行检索，而不是说只是对文件里，比如说这个图片里面它可能有某些字儿，然后那个文档里面可能有某些内容 ，OK， 它都能搜索出来，然后用自然语言的方式理解，然后匹配，所以这都是和以前很不一样。因此呢，它比以前来说呢，具有更大的模糊性，然后有更大的智能性。好，咱们来试试呗。那我能试一下。那我想搜一下最近1个月的工作内容相关文档。好。可以。OK， 对，你可以看到它右上角它有个转圈，就说明它正在进行检索。传统都是直接 Web 搜索，然后这边就比较直接出来。对，你看到的这个就是8月份了，咱们现在已经9月了，所以它就能够理解你这个近1个月的工作文档应该是从9月，然后上述1个月就是8月，差不多就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它的这个文件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本身就是工作汇报，因此呢，它能够理解你收的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其他。好。它的搜索本身呢，从原理上来说，它会基于本地的大模型。那我可以搜索一下照片。可以啊，没问题。也是给你可以想想那个咱们这计算机上有什么照片，然后搜一下。我直接，他直接把所有的照片都搜出来了。对，包括那个扫描出来的照片啊，包括你自己可能是拍摄出来，那是证书是吧？应该也是照片，那这个包括截图也是照片。对，那这个功能真的太方便了，对我这种文件分类没有特别清晰的小伙伴们来说，简直就是很方便。对，是的，因为有些文件它确实是分类，你很难说它是哪一类嘛。你可能觉得它是照片，也有可能觉得它是截图，然后你自己就会不知道用什么来搜。那现在就会好多了。对。那我有个小问题，目前它搜索主要是基于文件的命名吗？那我是不是可以搜一下我的代办日历啊之类这样子的内容呢？就像刚才说的，它除了文件名之外，它其实也可以对文件内容进行搜索。然后现在咱们的文件内容，包括我们常见的那些文档，比如说那个文本文档，还包括一些那个办公文档，然后其实也包括那个照片或者说图像。比如说你图像里面，假设说有 Grace，OK， 然后你搜 Grace，OK， 它也会找到 Grace。因此它是不只是文件名的。对于日历来说的话，这是我们下步要做。其实数据有很多很多，我们得一步一步来扩展。先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帮我们一起来扩展，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事情。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二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和工作中都需要用的邮件。那我们来尝试一下第二个功能，邮件 AI。对，邮件客户端的那个大模型的结合。那我现在想先来写一封邮件。你写邮件的时候，就可以首先选择不同的模板，当然你也可以先写收件人什么的，这都无所谓。那我们先来尝试一下。在模板里面你可以看到有日报、周报，然后也可以有那种会议发起人写的发起会议的邮件等等。那我们今天讨论了 AI 的相关的话题，那我们对 AI 相关的话题进行延展头脑风暴一下，看看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那我搜一下 AI 讨论会。对，或者 AI 和超级系统结合讨论会。结合讨论会。大家来试试他会写什么样的邮件。好的。写的还像模像样的4大部分。它分了1、2、3、4。对。AI 操作系统的结合，有挑战，有场景，有方法，必要性。对，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插入在
邮件这邮件里面，对。我是想让它继续再优化一下，我是不是还可以选择，然后让它整个的语言语调变得，比如说热情或者专业一点？对啊，比如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怎样，可以改写，可以改写，可以精简。然后你可以看一下。那我都来尝试一下。对，都尝试一下，看它会得到什么样的新的内容。那我精炼一下，先精炼一下标题。好。他就直接把4个点进行总结。对。那我再尝试一下别的。你可以你可以试一下。对。看改写吗？还是转换语气？转换语气吧，让它更热情一点，看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热情的词语。好，看一下热情的邮件是什么样。用热情的我们来看操作系统和 AI 的结合。什么开动脑筋什么的，对。刚才他写的那种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看起来就比较正式一点，对吧？更加 formal 一点。但现在这个情况，他就写成了自然段了。然后他用了一些比较更让大家能理解的语言，比如说我们开动脑筋。对。然后这样资源管理，那还是很方便。我把它插入进去。我可以把之前的。这是之前的。这是之前的。你之前的要删掉吗？先留着吧，然后想给它看看能不能翻译一下。就把整个内容，主要想体验一下。好。然后翻译成。咱们现在中文就翻译成英文。好。你真是挺有空白。至少看到好快。对，看起来很精准。挺像那么回事儿哈。他把4个点也是按英文的方式分裂。对，然后下面看还有新的内容吗？对。因为我只选了前面的嘛。对。Challenges in combined AI and operating systems。那真的是很方便。你如果写邮件的时候，你需要运用一些，比如说英语啊之类的内容，你就可以直接翻译。有些专业的词语，它可能更好能给我们解答。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了从写邮件到改写邮件到翻译，对吧？到摘要、转换语气、专业、热情。是的，所以大家在写邮件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和功能，其实他都尝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真是太方便了。那你要觉得不想用的话，也可以点弃用，对吧？然后你如果觉得翻译不好，甚至还可以重试。可以重试。那我们咱们可以尝试试一下，看看它有什么不同的翻译。应该。对，最后那点我记得好像确实有点不一样。改了一些可能更专业的词语。所以我们就从这个邮件客户端里面也体会到它不同的 AI 的功能了。那我们接入我们下一个场景。也可以啊。是关于浏览器的搜索。对，浏览器相关的那个人工智能的工作。对于浏览器来说的话，这已经是我们要谈到第3个应用。首先，浏览器也是我们资源的嘛。然后，浏览器呢其实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频的使用的一个软件，因为大家现在不上网，就很多时候都办不了嘛。包括我们自己的那个工作，也包括我们自己，比如说娱乐什么。比如说你现在打开的，对，就浏览器它的聊天界面，这是你首先会看到的。你可以在浏览器里面聊一些你自己，比如说通过搜索啊，或者通过一些日常网站找不到的东西，甚至比如说心情不好也跟他聊一下，这都 OK。对，那就等于人工聊天机器人那种感觉，然后可以给你分享很多学习上面的内容。那我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些文献资料相关的内容？对，你可以分享。还有就是你也可以问他，比如说你对某个东西不太了解，你也可以问他，然后他会给你很多。那我就回归到今天的主题，我搜一下 AI 的相关文献资料，看看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好，没问题。比如说你说大模型啊、AI 都 OK 啊。聊天问答就是大家会在浏览器里面首先看到的这个 AI 相关的功能，其次还有那个快捷的浮窗，你可以通过浮窗来提供你当前浏览的网页内的这个相关内容的这些人工智能分析。没事，你可以试试。可以试一下。对。哇，对，你也可以，比如说问的更具体一点，比如说大模型和超级系统结合。它是把一些文章的 reference 全都列出来了。对，但这些文章最好你要去看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大模型就有其中有一个问题叫做幻觉，就是它会编造一个资料，所以这个得要自己判断一下。那你也可以继续问一下，比如说那个大模型和超级系统应该怎么结合 ？MO， 对。的结合。对，看他会怎么回答。然后你可以看到屏幕上还有一个停止回答，就是你觉得它太长的时间，你有可能觉得不想要这个回答。对，他给我们讲解了一下相关的内容。对，就他自己觉得，说不定我们今天的讨论之后，他就会收拾到我们这个内容，然后把它改进去。对，了解。是的。学习到。然后在里面其实还，我看看。这个 AI 助手是在侧边栏出现的，然后在大模型就在我浏览器的大模型的这个设置里面，其实还可以设置提示词。对。是不是也可以搜取一些英文相关的内容？对，没问题的。比如说这些提示，可以直接翻译成英文。对。总结。这些都是内置的一些。但是实际上，你还可以对它进行设置和配置，也就是比如说你自己希望能够把它翻译成法语，你在这里你也可以自己编辑一下。试一下，帮我解答一下大模型，然后让它总结一下相关内容。这个总结，OK， 你可以先试一下，这是问答，解答。对，然后总结这些，它也是直接去解答，给你定一下大模型的相关的对优势。他会跟你解释什么叫大模型等等。而这里的提示是针对这个网页来做的。看看。针对这些长的内容进行。对。我们看总结。总结你都可以把这些东西给丢进去。你看，可以直接在这里翻译，然后还可以主题创作。这个文本比较短，但是如果文本比较长的话，它总结就会更OK。你看它可以总结为什么？但是如果是你有更长一段文本的话，就会更好一点。这个文本都比较短，所以这个刚才看到的右键里面的这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这个浮窗功能，然后这里面的这个菜单项就用户可以自己来定制的。比如说在这里可以加一提示，加一提示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加在菜单项里面，比如说就像刚才说的，把中文翻成法语等。OK。那我觉得这个翻译的功能确实很实用，我可以把它推荐给国外的小伙伴们。对啊，它可以翻译成各种各样的语言。对，而且可以扩展的，就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加了之后的话，这个功能就可以用。所以这样的话，自己可以定出适合自己的很多功能。对，感谢磊哥的分享。没事，应该的。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自己做哪些工作，然后对。那通过
这次体验，想必很多小伙伴们对 DeepIn AI 方面取得的成果也有所了解，也让我们接下来下载感受一下。正如您所说的，现在只是开始。那么磊哥，未来 DeepIn 在 AI 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呢？也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对，其实规划还挺多的。一个是我们会在产品上面有更多的拓展。现在实际上只有3个产品嘛，一个是全局搜索，然后一个是邮件客户端，还有浏览器。但以后可以有更多产品，而且我们现在确实在研发更多产品上面的大模型和应用的结合。还有一个就是现有的产品其实也可以做得更加深入。现在这个功能，说实话，我们自己觉得其实还是有些长处的，只不过是不能老是在家里做，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开源出来，大家一起来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开源开放和这个技术共享的这么一个目的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观察到深度其实有蛮多的海外的用户和爱好者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海外的用户和那个开发者以不同的角度来帮我们看一下，毕竟一个人看他总是有自己的这种局限性的。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外的这个大模型相关的应用和大模型本身其实都非常活跃，而且能力非常非常强。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能力提升，在不同的大模型还有不同的这种使用的方式上面都有很多提升。我觉得这样对超级系统和对大模型来说都是一个更好的事情，当然对我们用户来说也都是蛮好的。还有就是我们觉得大模型在技术本身还有大模型和超级系统结合的技术上面有蛮多工作我们可以继续做得更好。比如说大模型怎么端化，端化的意思就是说能够以更小的算力来支持大模型的更智能的应用。就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觉得大模型不够聪明，怎么能够让它做得更聪明一点？比如说让它参数做得更好做得更大，然后它的幻觉更少。其实有蛮多工作都需要探索。对，感谢磊哥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对 AI 和操作系统产生更多的想象。同时也欢迎小伙伴们加入我们的 DeepIn 社区 AI6 组，无论是关于应用场景和需求，还是实现方案的技术难点，都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当然，今天是我们的官宣 AI 的相关应用，大家可以在 DeepIn V20.9 应用商店下载，欢迎大家使用。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社区，参与共创。下期我们也将继续和大家吐槽一些相关的内容，也期待我们未来可以给大家带来更方便高效的产品体验。再次感谢磊哥的干货分享，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深度社区，然后一起和我们把大模型和超级系统结合做得更好。今天的这个共享或者说发布只是小小的一步，以后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进步，然后我们会有更好的产品，我们会有更加牛逼的技术，和大家一起来共创、共建、共享。好，谢谢大家。